好了，各位同学大家好哈，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了哈。我们先分享刘书燕同学的一个体会哈。他说李老师好哈，李老师教授的这个修炼的方法非常生活化，是很容易习练。说我自己呢感觉进步很大，从心上出发呀，简单明了，不用纠结有没有气感或者动作到底怎么样。说安静放松的状态啊，就是那最好的能量了哈。而要做到长时间的安静放松，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啊，时时刻刻调整自己。就是你在锻炼的时候，要进入一种安静放松的状态，那必须在生活当中去调节自己。说用爱和慈悲化心性，说心量放大，大到无边无际哈。说感谢老师哈，说诸位两岸时空，穿越时空，能量无穷，福慧苍生。就是说生活和锻炼，它两者看起来好像是分开的，其实是一个整体。你要想在锻炼的时候有好的状态，那就必须在生活当中去调节我们的心性。生活和锻炼真的完全是一体的，你分不开的啊。好了，我们今天再继续分享我们这个让呼吸哈，让呼吸前几天分享之后，我看应该是有很多同学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哈。我们今天再讲一讲让呼吸什么呢？就让呼吸，它从生命方面哈，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就其实当我们说让呼吸的时候啊，就是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呼吸的时候，说的就不是一种说呼吸的技巧或者深呼吸的技巧，它也不是一种单单是一种放松的方法。大家有没有想到哈，这是一种什么呢？生活态度的根本转变，是通过练让呼吸，慢慢的呢，让你去体会内在的你对生命的态度，是一种生命态度的根本转变。什么样的转变呢？就是让那个一直试图控制的那个我要退场，让生命本有的智慧重新掌舵。后面关于这个话题还要讲很多，我们今天主要讲对我们的生命方面的影响啊。而这个转变呢，对身心的益处，你的身心的益处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只要坚持这样去做，它的那个好处一定超出你的想象。我们讲大概的几个方面，比方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我退出，经络气血自然通畅。你中医讲是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你气血不通，是现代人很多身体问题的根源。从中医上讲，你就气血不通啊。那气血为什么不通呢？那有一些不良的姿势、缺乏运动之外这些生活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干扰。比方说波动不平的情绪、杂乱纷飞的念头，每天你大概想是不是这样？情绪起伏不定，念头杂乱纷飞，还有挥之不去的焦虑和压力。无论是工作中的、生活中的那些压力、那些焦虑，还有根深蒂固的那些偏见与傲慢，生活中有这样的情况没有？太多了，等等了吧？它就像无数个小开关不断的打开、关闭、切换，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一会儿那个。大家注意每一次焦虑，气血就好像会收紧一次；每一次愤怒，气血就会逆乱一次；每一次纠结，气血就会阻滞一次。所以你气血不通，经络气血不通和什么有关系？从深层来讲，就和内在那个我的干扰有关系。日积月累气血的运行的通道就被这些干扰反复冲击，逐渐失去了弹性，变得僵硬、阻塞。中医讲说病由心生，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心里面总是乱乱的，心里面总是纠结的，总是烦的，那你的气血能好吗？大概想是不是这样？而让呼吸的妙在哪儿呢？就是你让呼吸，让那个我退位，就是那个我从头脑中退出去。你退出去之后，这些干扰自然就停了。我退出，我就不烦了；我退出，我就不乱了；我退出，我就不躁了。你不躁、不烦、不乱，你身体就没有这些东西的干扰。也可以说，没有了人为的干预，
气血就像一条恢复了自然流速的河流，自己呀，它就会找到通畅的路径。大概想是不是？你整个经络气血就是一条条河流一样嘛。你平常你总是放块石头堵它一下，或者弄个闸门砸它一下，你现在你不管它，它自己去运行去了。也可以说呢，这就不疏通而自通，不调理而自理。这什么意思？比方说你平常整天郁闷，整天生气，不舒服了，去看医生去了。看完医生吃了药，你情绪不改，心理不变，你照样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大概想是不是这样？你自己调节自己的心，从根本处化掉这些问题。这也就是什么无为而无不为啊，在身体层面的体现。这第一个哈，比较身心方面的了。还有比方说我们在讲神经系统，我就说让呼吸就好像是神经系统一个复位键一样回到原来的那个好的位置。大家想一想，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说是信息过载的时代，信息太多了，每天海量的信息涌入大脑，对吧？无数的决策需要你去做出，你要做这个决策那个决定，各种情绪需要你去处理，无论是你自己的、家人的、亲戚朋友同事的。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就像一个永远在加班的一个处理器，它天天在上班，从早一睁开眼睛，大脑中就在不断的接收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被动的接入，有的是你主动拿个手机去看的。大家想什么？我就像很几十年以前，你没有手机，没有那些东西，可能人进入头脑信息量比较少。现在就不一样了，太多信息量，让你的头脑每天从早到晚超负荷的运转。那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两个词说这个人是，你说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情绪怎么样，说这是植物神经紊乱了，或者迷走神经失调了，经常听到这样的词儿。这些词你听起来很陌生，就好像这个离我很远似的。但其实他们所表现的症状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体验过，可能也正在体验。你比方说，你明明已经很累了，却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什么？交感神经亢奋睡了一夜，醒来还依然很疲惫，你副交感神经无法真正的启动，它不能很好的修复你。你突然之间心跳莫名的加快，肠胃无端的就觉得不舒服，那医院去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出来。有的时候想精神集中做一件事，你注意力就不好集中，你不知不觉之间记忆力下降了。有时候情绪就波动起来了，一点小事就崩溃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些都是神经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它绷得太紧了，或者被压得太厉害了，或者说它运行不够顺畅了。大概想是不是这样吧？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这个神经系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那就说我要去调整它了。而让呼吸恰恰是给神经系统按下一个好像复位键一样，就是当我从头脑中出来了，那个控制停止，评判消失，大脑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一样。我在头脑里面始终让这个头脑大脑忙，大家想平常是不是这样？真的类似这样，是我一退出，这个大脑他就会说当然他不会这么说我终于可以不用想事儿了，我终于可以不用评判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唠叨了，我头脑就是头脑。这个时候我终于可以不用思考了。你看我们平常有很多人特别忙，特别压力大，特别事儿的时候，回到家里面，你要跟他说你别让我休息，让我头脑不行，脑子像停了，像一团浆糊停了一样。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理不开了，就那个我在里面太乱了。说等等我退出去之后，我不在里面捣乱了，让那个大脑恢复它本来的那个状态，那个长期头脑被压抑的那种自然的功能，
哎呀，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就头脑中，他自己整个大脑他自己知道，有哪些激素可以开始分泌了，有哪些神经可以休息了，哪些部分神经可以活跃了，他自己会调整。不然那个我在头脑里面转来转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打乱了他的功能，他的状态。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哎呦，头脑我一退出，那个交感神经可能不再持续的亢奋了，那个副交感神经也不再一直就沉睡了，它就开始启动了。那个迷走神经，那个连接大脑和内脏呢，主管放松修复那个神经，也开始什么正常的工作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要看看身边很多很多人身体各种各样的不适，所谓亚健康状态，往往就和这个植物神经、迷走神经和这个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为什么？你把那个神经系统你给它弄乱了，那么它表现出来的各种症状，那就是这样一种不适的症状。其实这个呢，它不是治疗，而是什么呢？而是让身体自愈，或者说而是停止干扰，让它自愈。你再比方说，现在有很多抑郁的问题啊，就抑郁啊，好像是现代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一样。但抑郁症的成因很复杂，但从神经系统层面看，有一个共同点，大家知道我这个叫什么呢？说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过度活跃。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是默认的模式网络呢？一个默认的模式，或者说呢，它的大脑啊，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活跃的那个区域，大脑在没什么事儿的时候，有个区域比较活跃，活跃干什么呢？它负责反思，自我反思，也负责什么回忆过去，想象未来，就好像这个意思哈。就这个网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人需要什么？做完一件事情之后，要去反思，要去计划将来。但是当它过度活跃的时候，人就会陷入什么无休止的自我纠缠，就反复咀嚼过去那个事儿，反复咀嚼过去的痛苦，不断担忧未来的不确定性，总陷入为什么我是这样，我该怎么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就陷入这种思想的漩涡里面出不来。有不少的抑郁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复的想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可是反复在里面纠结，那个事还没有发生，就反复在里面担忧，反复的呀，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太多这样的情况。而让呼吸是干什么呢？恰恰能让这个过程，能让这个过度活跃的这个网络让它安静下来。就当你专注于让呼吸自然进行，我退出，逐渐退出，我退出了，那个一直在自我对话、自我评判的声音，它不就慢慢减弱了，对吧？大脑默认的那个模式、那个网络，终于可以从持续的亢奋中解脱出来。注意啊，这不是说吃个药把它症状压制住，不是这样，而是从根本上解除抑郁的那个神经基础。当我退出之后，大脑恢复自然的状态、自然的功能了，那么该分泌的那些美好的、让身体感觉舒服的美好那些激素，它就可以自己去分泌去了。你平常我在那儿动，要么把它消耗掉了，要么干扰它，让它无法正常的运作了。我相信很多人在呼吸中体验到的那种放松，那就是从我的牢笼中暂时释放的自由。为什么你坐上会你会觉得很舒服呢？我出来了，大脑中那个血清素也好什么也好，它自然的开始分泌了。这都是什么呢？神经系统开始恢复正常功能的一种表现。所以下面呢，我就想，这得给职场中的人，当然不一定是职场，在家里面退休的人是也一样，就好像一份自己修复或者自救手册，自己
修复自己的一个手册，就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问题。比方说压力大、焦虑多，我们看职场人的状态通常都是这样的，哎呀，一个什么事儿必须在什么时间完成啊，业绩压力很大，人际关系、职业焦虑啊，这些压力就让交感神经长期处于战斗状态。那让呼吸的作用呢，你每天几次几分钟也好，就让我从压力中退出来。就你会发现，你一退出，那个事儿还在，但是你对压力的反应变了，不是说因为事儿少了，我不去做事儿了，不是这样，而且你自己变了之后，你对那个压力的反应就变了，而你的神经系统，它会适时的休息了，它就获得了一个休息的权利，而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紧绷着的。你职场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吗？压力大、焦虑多。再一个什么情况呢？比方说失眠、睡眠质量差，躺下之后你脑子停不下来，还越想越清醒，越困啊，越想睡觉，还越睡不着。这是交感神经夜间依然亢奋的表现。那让呼吸是干什么呢？睡前你练一练让呼吸，就让我从思维中退出，对，让那个一直在思考的我安静下来，大脑自然的就进入睡眠的状态了。真的有很多人反馈，这是他们用，就是他们在这儿，就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什么呢？安眠药一样，是最有效的天然的安眠药。这要从哪儿来的呀？你自己里面产生的。我退出去，大脑自然就安静了。现在职场很多人还有什么情况？比如说肩颈的僵硬、腰背酸痛，长时间伏案工作、不伏案工作拿手机这样一个姿势，肌肉紧张是常态了。但很多人不知道，肌肉紧张的背后往往是神经紧张。你说肌肉紧张是神经紧张，神经紧张才肌肉紧张。那让呼吸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退出，身体会自动放松那些被无意识绷紧的那个肌肉。你神经放松了，不需要你肌肉不需要刻意的拉伸，不需要强力的按摩，只是让身体自己找到那个放松的状态。神经它自然放松，你神经紧张了，你再按摩它也是紧张的。你看为什么按摩的时候，按摩师就让你放松了，你放松了，他不按摩，他你也舒服。你想是不是这样？如果你一边按摩，你一边紧张对抗了，你也不舒服。所以肩颈的紧张、腰背的酸痛，在让呼吸锻炼中，神经系统放松，它自然也就放松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你比方说职场的一些人，还有什么注意力涣散，工作效率低，有的时候你想工作，精神集中不起来，那怎么办？信息时代呀，注意力是最缺乏的资源。注意力，你资源再多，你注意力不够，你获取不得。但是有时候越想专注，越容易这各种念头来干扰。但让呼吸恰恰是让我不再强迫要专注，那注意力反而容易集中。因为真正的专注不是我在专注，而是我消失之后，事情本身和你合在一块儿去了。那个心流状态，那就是我消除没有了之后，就好像你的生命和那个事情合成一个，那个事情本身把你抓住。那职场人还有状态，比方说情绪起伏、人际关系紧张，也是这样的。情绪管理是应该是必修课了，但很多人控制情绪，越想控制情绪越失控。而让呼吸呢，是让我退出，情绪不再是我的情绪，而只是一个流动的能量，流过去的能量。你不必要去控制它，也不必要被它控制。这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会轻松很多。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提一个就让呼吸的一个简易的职场版，很简易的哈。这个你可以在办公室，也可以在车上，在地铁里，在通勤的路上，你开会的等红灯的几十秒钟会议的间隙，你都可以练这个简易版的让呼吸。第一步，
就是你无论在做什么，暂停一下，你放下手机，离开电脑，停下脚步，暂停个2-3秒钟，一停。第二步，感知。感知什么呢？感知当下的呼吸。你先不需要改变它，你只是感知它，是深是浅是快是慢都不改变它，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只是感知，让它自然进行。第三步，这个大概也就是5秒钟吧，停3秒，感知一下3-5秒钟。然后第三步就是让，心里轻轻对自己说，让呼吸自己来，让身体自己待着，让一切自然发生。就把那个一直在控制的我暂时放在一边了，特别让头脑。第四步，这个大概10秒钟吧，我就觉得10秒钟就够了。第四步，回归，带着这份轻松回到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就这么一做，就把那个我调整了，把神经系统调整了，把整个身心调整。整个过程其实不到30秒钟，半分钟。但每天可以重复的做，日积月累啊，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真的是这样，你可以试一试。先停3秒钟，感知呼吸，开始你要去感知它，只感知不改变，你别想着改变它，它自然而然它自己会变。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改变它，这就是要练那个我。但因为人一感知，我就要去改变它，我不改变，我退出来，感知，然后我感知到之后，我就退出去了，让它自己动。然后再回来去工作。你现在就可以试一试，大家跟我一块试一试啊！你看往那一带，你不正在听我分享吗？停，先停，知呼吸，觉知。我在呼吸呢，觉知这个呼吸，知道这里在呼吸之后，然后就让开，让呼吸，让头脑，让生命自己待着。你这一让，就把刚才很多东西负载卸掉了，叫卸载了那些不必要的程序，啪卸载了。大概10秒钟，再回到听课上，再回来，很简单，大道至简，真的是这样。所以真正的疗愈啊，它是什么？当然我们吃药打针也是疗愈了，更重要的疗愈是来自生命本身呢。我想强调一点啊，让呼吸带来的种种效益，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做对了什么，而是我不再做什么。就是当我不再做什么之后，生命自己呈现出来的结果。我说现在也还是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焦虑的缓解不是因为你找到了对抗焦虑的方法，而是因为你不再喂养焦虑。有人说怎么喂养焦虑啊？这个事儿，还没发生，总想啊，想来想去，你不是在喂养。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喂养焦虑。睡眠的改善不是因为你学会了什么睡眠的技巧，而是因为你不再干扰睡眠。身体的康复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治疗，而是因为你让身体自己去修复。生命本有智慧，生命本有自愈力。我们需要的什么呢？就不是添加更多的事儿，而是减去那个一直在添乱的我。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这很多东西其实都是辩证的。学传统文化之后，你会觉得，你好像成了一个辩证法的一个，你学了辩证法一样，成了辩证法大师一样啊。什么都是辩证。就我们需要不是添加更多，而是减去那个一直在添乱的我。就让呼吸啊，就是让生命自己活自己。
而不是我总要去干扰他，我去影响他，总要去教育他、控制他。最后我真的想送给每一位职场人，当然包括每一位我们两岸生活的朋友了哈。我们知道职场不易哈，压力、焦虑、疲惫是每个人每天的常态，真的是很多人的常态。你要到傍晚你到地铁里看一看，那些年轻人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我希望你能够知道啊，无论外面有多少压力，你内心深处，注意啊，有一个永远安宁的空间。真的，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我内在有一个空间。你看有一些人焦虑也好，遇到各种事想不开了，想不开什么呢？他没有空间了，就憋得很难受，有的甚至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来。那你要知道，无论外面有多大的压力，外面有多少事，你内心深处一直有永远或者有一个永远安宁的空间。当你在外面实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不要去外面再去焦头烂额，你回到你内在，回到你心里面，那儿有一个安宁的空间。无论思绪多么纷乱，你的呼吸一直在那儿等着你回家。你思绪太乱，我这怎么办呀？怎么办？有一个东西，就你的呼吸，它一直在那儿等着跟你一块回家。再乱的时候怎么？我去让呼吸每次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每次你感到焦虑的无法呼吸的时候，每次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可以停下来，闭上眼睛，让呼吸自然进行。真的，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年轻人那种压力很大的时候，我特别渴望告诉他们你是有这个内在空间的，就停下来，闭上眼睛，让呼吸自然进行，让那个一直在扛着一切的我暂时退场，让那个永远安宁的觉性重新掌舵。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那个我退出，那个焦虑也好，承受不住的也好，什么事是那个什么是头脑那个我，还有一个比你更广大的、更有力量的存在。而那份力量不是来自你的努力，而是来自你终于学会的让。有的时候我真的想把这段话能够分享给这些年轻的朋友，就是无论就是职场真的不易压力、焦虑、疲惫，每个人的常态。但我真的希望你知道，无论外面多少压力，你内心深处有一个永远安宁的空间。无论思绪多么纷乱，你的呼吸一直在那儿等着你回家，等待你回家。每次当你觉得撑不住的时候，每次感到焦虑的无法呼吸的时候，每次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停下来，闭上眼睛，让呼吸自然进行。你这么做着做着，那个一直在扛着一切那个我暂时退场了，他退场了，你的生命也不需要跟着他去扛了，生命就轻松了。这个时候，那个永远安宁的觉性开始重新掌舵。你会发现，你比你想象的更有力量，而那份力量不是来自你的努力，而是来自你终于学会的让生命自己运行，让一切如其所是。让着让着，你就让出了一片两岸时空。后面还有专门讲这个话题。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就分享到这儿，讲就讲到这儿。现在我们来一起来练一练好，大家安静，还是坐在这儿，先坐着，我们练一下。好，安静。
成2个士兵来了。安静，安静。把身边的事一停，全身往那一待，一放松。好，现在首先第一步是知呼吸，就平常你在呼吸你不知道，第一步觉知一下呼吸。这关键的心法是只知道不改变，或者是不控制。呼吸深也好，浅也好，长也好，短也好，你都不管它，你只是知道哦，我在进行着这样的呼吸就够了。这个过程不需要很长时间。然后让呼吸，你知道之后，那个我退出来，就开始那个知道好像靠得很近，现在我远远的退出来，让呼吸，让呼吸自然的进行。当然你会发现，我让呼吸的同时，我也让了手、胳膊、肩颈、后背、下肢，让五脏六腑，让头脑，让头脑恍恍惚惚，上一次分享讲的那个恍恍惚惚，有点像什么呢？平常你很疲惫，然后一打一个盹儿，一恍惚，可能再一会儿再睁开眼睛，呀，觉得很清醒的那种状态。就平常那个一恍惚，是很自然的那个我退出了。头脑是那种恍惚的状态。我从头脑里退出去，头脑不思考了，自然就恍惚了。让生命如其所是。
让心脏自己跳动，让肠胃自己蠕动，让各脏腑自己工作，让呼吸让呼吸头脑能够我让出去了，呼吸自然的在进行着，内在知道自己在呼吸，可这个知和刚开始那个知是不一样的。头脑不动了，所以灭动性，不灭照性。内在似乎有一点觉照，觉照之光，觉知呼吸，心息相依，那个觉照之性，相依呼吸。每当你感觉你的头脑像平常那样，好像我要精神集中，我很清醒，马上恍惚，恍恍惚惚，让眼球一松的像睡着觉一样，让你的头皮，你放松了那头皮那种状态，我从大脑从神经系统退出，就像我现在就不想说话，因为你只要说话，那神经系统就在作用。
一点觉知，相依于呼吸。
觉知呼吸。让呼吸之后，头脑让出来了，说觉知呼吸，不是谁去觉知呼吸，而似乎是觉知和呼吸在一起。呼吸在觉知中，觉知在呼吸中。觉知和呼吸相依。让大脑彻底的休息，让整个神经系统彻底的休息。其实不是休息啊，就是彻底脱离我的干扰，恢复他们自然的状态。全身的肌肉、骨骼、内脏也一样，我退出了，不再干扰。全身的经络也一样，气血自然的流通了。那个唠唠叨叨、指手画脚的我退出了之后，身体啊一片宁静、安详。在这片宁静里，觉知、呼吸同在。你真的会发现，呼吸越来越深长，越来越细微。通过鼻孔的呼吸越来越细微，一吸一呼啊，真的似乎可以波动到身体更广泛的领域里。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哎，好像刚才有一阵子好像没呼吸一样，鼻孔的呼吸好像停了一会儿一样。
当你的头脑恍恍惚惚时，你的生命就在自我修复。安静。你也可以继续这样坐着让呼吸，也可以慢慢站起来，变成站桩，竖立在那儿。让呼吸，让心跳，让生命，让头脑。让天地，让虚空退出了我，让天地自然造化。
让生命，让呼吸，完全让它自然。你会发现，呼吸绝不单纯是肺的事儿，那个呼吸力可以波及全身。特别是站在这儿，两手环抱，慢慢的就能感觉呼吸力一吸一呼可以波及到手掌，波及到下肢。
静。头脑只要一清醒，马上让出来，恍恍惚惚。不要留恋那个所谓的头脑清醒，是那种恍恍惚惚的那种状态。让经络气血自然的运行，让大脑让神经系统不再自我干扰，让本能就要自我修复。大家可以把这种让呼吸的理念分享给周围的朋友、同事、家里的亲人。在让之中，和谐身心。愿意站的可以继续多站一会儿，站在这儿，让呼吸。